你花了好几千甚至上万块买机票，上了飞机却什么都不敢多要，口渴了忍着，肚子饿也撑着，只因不好意思开口。许多乘客其实都和你一样，觉得经济舱只能乖乖忍耐，服务能少用就少用，免得麻烦空服员。但你知道吗？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那机票钱可就白白浪费了一大半。资深座舱长透露，飞机上藏着许多隐藏版的免费好康，只要乘客开口要求，通通都能免费享受。空服员不会主动告诉你的这些秘密，福利其实都准备好了，就看你敢不敢开口。有人形容，只要你懂得善用这些隐藏服务，就算坐经济舱也能做出接近商务舱的享受。相反地，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下了飞机可就亏大了。我们今天就来揭秘，飞机上有哪4样物超所值的东西，是你无论如何都该把握的免费福利。说到飞机上的免费物品，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座椅口袋里的机上杂志。没错，那本充满旅游资讯和免税商品广告的精美杂志，其实是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反正每月都会更换新刊，不拿白不拿。又或者你想到的是空服员发放的耳机，经济舱乘客常拿到一副廉价耳机，以便收看机上娱乐系统。这耳机通常不会重复使用，所以你完全可以在下机时带走留作纪念。事实上，多数航空公司基于卫生考量，用过的耳机通常不会重复利用，回收后很可能直接当垃圾处理。与其浪费，不如让乘客带回家，下次接着用，还更环保呢。但除了这些较基本的东西外，多数人并不知道，飞机上还藏着更多更实用的免费好物，甚至有些东西航空公司巴不得你带走，带走了反而替他们省事呢。究竟是哪4样宝物？现在就由经验丰富的资深座舱长为你一一道来。长途飞行结束后，你是否曾照过镜子，被自己满脸倦容、头发凌乱的样子吓一跳？不少人在经济舱熬过10几个小时后，下机时看起来憔悴不堪。然而有经验的旅客却能神采奕奕地走出机舱，仿佛刚睡过美容觉一般。秘密何在？答案就是飞机上的神秘过夜包。所谓过夜包，指的就是航班上为乘客准备的夜间舒适组合包，有些人也称它为便利包、舒适套件，通常内含能让你在机上更舒适过夜的小物品。例如，柔软的眼罩可以遮光助眠，耳塞能隔绝引擎轰鸣和周遭杂音，一次性牙刷、牙膏让你在飞行中途或降落前能刷牙，保持口气清新。还可能附有袜子、小梳子，甚至润肤乳、护唇膏等贴心用品。别小看这些小物，善加利用能大大提升你的飞行体验。戴上眼罩、耳塞，就算身处嘈杂的经济舱也比较容易入睡。半夜醒来上洗手间时，用湿纸巾擦把脸，刷个牙，再抹点乳液，整个人瞬间清爽很多。到了早上，飞机准备降落时，你不会满脸油光、满口异味，而是比周围没打理的乘客更显精神。这样的过夜包在商务舱、头等舱往往是标配。乘客一上机，座位上通常就摆着精美的套件包装，里面甚至附有知名品牌的保养品和香氛。经济舱的乘客或许以为自己享受不到这待遇，其实不然。许多航空公司在长程夜航的经济舱也备有简易的舒适组合，只是不会主动发给每个人而已。这时，只要你问一句，请问有眼罩或简单的过夜包吗？空服员通常都很乐意提供。如果航班载客量不满，他们甚至可能多给你一套。就算某些航空公司的经济舱没有预先整套的组合包，机组人员也往往能单独给予其中几样物品，例如牙刷组或眼罩、耳塞。有时候空服员手边没有现成的便利包，也会想办法帮你找来替代方案，尽量满足你的需求。不要求的乘客可能整晚睁眼到天亮，头靠着椅背几乎睡不着，或者因为机舱灯光微亮，隔壁乘客打呼而翻来覆去。但懂得索取过夜包的人，很可能已经戴上眼罩，塞好耳塞，睡得香甜，甚至盖着航空公司提供的小毛毯，软烘烘的入梦。顺带一提，如果你登机时座位上没有毛毯或枕头，记得主动向空服员索要，特别是夜间航班，他们通常备有这些物品供乘客借用保暖。一觉睡醒，再用随包覆的牙刷漱口，
整理仪容，你就能神清气爽地等待降落。这和毫无防备硬撑到天亮的乘客状态可说是天差地远。航空公司提供这些物品，其实也是希望乘客睡得好，状态佳。毕竟长途飞行，如果乘客休息不好，下机时容易不适，甚至可能在机场因疲累晕倒，航空公司反而更麻烦。因此，备些简单物品供乘客使用，对他们也是有利无害的。更何况，这些物品成本不高，多数是一次性使用，乘客用过就带走。航空公司还省得回收或清理，例如廉价的眼罩和耳塞，回收后无法再给下一位乘客用，不如干脆送你做个人情。还有一些航空公司与知名品牌合作，推出精美的过夜包，巴不得乘客带走留作纪念，这等于替他们做宣传呢。过夜包这项福利在各家航空公司的细节略有不同，有的会在夜航起飞后主动发给有需要的乘客，例如红眼航班会主动提供毯子和眼罩，有的则必须你主动询问。但重点就是别不好意思开口，礼貌地询问空服员，请问有没有旅行舒适组合包可以提供？多半情况下你会得到善意的微笑和满满的收获。若很不巧遇上航班无此服务，空服员也会尽力提供替代品，比如给你几片湿纸巾让你擦脸，或提供其他建议，至少你尝试过，不会有任何损失。总之，神秘过夜包绝对是长途飞行中最超值的免费赠品之一，让你用零成本换取满满的舒适和体面。下次搭国际长班机时，记得善加利用这个秘密武器，别再傻傻熬成熊猫眼啦。其实许多老鸟旅客出门都会自备眼罩、颈枕、拖鞋等用品，但对于新手或偶尔才搭长途机的人来说，一时准备不齐全也无妨，机上免费资源完全可以救急。曾有一位第一次出国的小李就遇到过类似窘境，他不知道经济舱没有像商务舱那样主动提供过夜包，上机后左等右等没拿到，最后只好鼓起勇气问空姐，请问过夜包什么时候发呢？空姐先是一愣，随即笑着解释，经济舱没有整包的过夜组合，不过您需要什么我可以个别拿给您。小李连忙说自己忘了带眼罩和牙刷，空姐马上送来了眼罩、耳塞和一副牙刷牙膏，虽然不是精致的套装，但立刻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那一夜他总算睡了几个小时，下机前还刷了牙，感觉舒服多了。从此他牢记这个技巧，每次长途飞行都不忘向空服员索取所需的舒适用品。航空界对于经济舱是否提供过夜用品一直有不同做法，有些欧美或亚洲航空公司相当贴心，哪怕在经济舱也愿意提供小礼包。举例来说，英国的维珍大西洋航空早年曾为经济舱乘客准备免费便利包，里面有眼罩、小牙刷、原子笔等实用物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提哈德航空甚至推出经济舱舒适组合，提供袜子、牙刷、耳塞和润肤乳等物品，让乘客自在过夜。当然，也有一些航空公司出于成本考量，没有统一的经济舱过夜包，但仍会在长程航班上携带额外的眼罩、拖鞋或简易牙具，以被需要的乘客使用。换句话说，只要你肯开口，通常不会空手而回。所以，下次若要飞很久，不必觉得开口要这些东西很丢脸，这可是你的机票应得的福利之一。适时运用神秘过夜包里的宝物，不仅能让你在狭小的座位上睡得踏实，还能在落地时保持体面的形象。无论是出差，希望以良好精神面貌见客户，还是旅行，想美美的拍照留念，都别忘了这个免费妙招。在几万英尺的高空中，如果身体突然不舒服，你会怎么办？很多人选择硬撑，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毕竟飞机上又没有药房。其实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飞机上并非无医无药，反而藏着乘客们不知道的空中平安符。各种基本的医药用品都是可以免费索取的。头痛、恶心、肚子疼、割伤流血，这些飞行途中常见的小状况，空服员见得多了。他们的服务推车旁和机舱后方其实备有一个简易急救箱，里头放着常用药品和医疗用品，以备乘客不时之需。大多数航空公司按照规定，会在每架航班上准备一些基本药物，
例如止痛药、头痛或退烧药、肠胃药、止泻药、胃药、晕机药，以及创可贴、OK 绷等外用药品，还有些会备有纱布、酒精擦拭片、消毒药水，以处理简单伤口。此外，后疫情时代，许多航班也配备了消毒湿纸巾，如你想擦拭餐桌或手部，亦可向空服员索取。如果你在飞行途中突感不适，不要犹豫，尽快按下服务铃或亲自询问空服员请求帮助。多数情况下，空服员都能提供相应的药物或用品来缓解你的症状，而且完全不收费。例如，有乘客在飞行中出现轻微偏头痛，只要跟空服员说明情况，对方通常会拿来1-2颗止痛药和一杯温水，叮嘱你服用后休息一下。又或者有人因机舱干燥而流鼻血，空服员会立刻递上纸巾和生理食盐水，帮助止血清理。再举个例子，长时间坐着导致肠胃不适、胃酸过多，你可以要求一些胃药或苏打饼干，空服员往往会乐意给你几片胃药，或建议你喝点热水、热茶来帮助消化。偶尔乘客吃了机上餐点觉得反胃，他们也许会提供晕机药，甚至主动拿来呕吐袋给你备用。这些措施都能在第一时间为你解困。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空服员都接受过急救训练，他们会判断你的状况需要何种协助。如果只是轻微不适，他们提供药物后通常问题不大，但若情况严重，例如突然剧烈胸痛、呼吸困难，他们甚至会广播寻找机上医生或启用机上的医疗设备，如氧气瓶、除颤器。不过这些都是免费的紧急救助，真正危急时刻，航空公司绝不会因收费问题见死不救。所以千万不要怕麻烦别人，自身健康最重要。早一点求助，可能避免小病拖成大祸。你或许不知道，如果乘客身体不适却忍着不说，反而让空服员更头痛。他们需要一路留意你的状况，担心你会不会突然恶化。与其如此，不如主动说明，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对大家都好。此外，机上还有一些小秘方是空服员的独家绝技。比方说，如果你耳朵因气压变化疼痛难耐，空服员可能会递上一个杯子，里面盖着温热的湿纸巾，让你罩在耳朵上热敷减压。如果身体某处扭伤或肿痛，他们也可提供冰袋让你冷敷，或者在你耳朵痛得受不了时，给你一粒糖果含着，帮助耳咽管通气。同样地，如果你觉得恶心却又吃不下药，他们有时会给你一杯姜汁汽水，生姜口味的汽水，对舒缓恶心很有效，这其实也是免费提供的饮料哦。再例如，长途飞行脚部肿胀不舒服，有些空服员可能会拿出备用的弹性袜让你换上，或建议你做点伸展运动。这些空中平安符不仅仅是药物，而是涵盖了能保障你在飞行途中平安舒适的一切小帮助。当然，各家航空公司对药品发放的规定略有差异，极少数情况下，空服员可能碍于规定无法直接给药，而需要询问你是否同意再提供。但总体而言，他们会尽力协助乘客解决问题。需要提醒的是，药品毕竟种类有限，建议平时有慢性病或特定药物需求的人自己带好备用药，机上的药只是应急所用。如果你本身没有带药，又遇上突发不适，机上的免费药物就像一张及时的护身符，能让你安心许多。下次再飞行，不管是小疼小痛还是突发不适，都请记得，在10000米高空中，你并不孤立无援，只要按下服务铃，空服员就是你的空中药师，随时送上免费的平安符，让你的旅程更安心。真实案例不胜枚举，一位张阿姨分享过她的经历，有次搭长途班机时，忽然偏头痛发作，开始她强撑着不吭声，结果脸色越来越差，被路过的空少发现后主动关切询问，她才不好意思地说头很痛又没带药。空少立刻取来止痛药和温开水，服药休息一会后，头痛明显缓解。张阿姨对空服员的细心照料感激不已，她感叹道，早知道一开始就开口，就不用白白痛那么久。还有一次，一名旅客用餐时不小心被铝箔餐盘的锋利边缘割伤手指，血流不止，空服员马上拿出急救包中的酒精棉片替他消毒，并贴上创可贴止血，全程不到2分钟，旅客连声道谢。试想，
如果这些乘客因怕麻烦而选择隐忍，一趟飞机下来得多难受，又或者耽误处理导致情况恶化，反而给航班带来更大麻烦。所以千万记住，飞机上的免费急救用品就像你的护身平安符，有需要就尽管用，大方开口，不必觉得不好意思。空服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保障乘客的安全与舒适，他们发自内心希望每位乘客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小小一片药，一块 OK 绷就可能解除你的燃眉之急，也让整段旅程更顺利。对航空公司而言，这点成本微不足道，换来的是服务口碑和乘客的安心，何乐而不为呢？带孩子坐飞机，对许多父母来说是一场挑战。长途飞行中，孩子坐不住，吵闹、哭泣，不仅家长身心俱疲，周围乘客也跟着头痛不已。幸好航空公司早就为这种情况准备了一个神秘宝箱，里头藏满了可以安抚孩子的免费小礼物，只等你开口要。许多大型航空公司都有专为儿童乘客设计的小礼品或娱乐包，常见的有填色本和彩色蜡笔、贴纸、小玩具、纸牌游戏、拼图等，甚至有的会送上可爱的毛绒玩偶或卡通人物卡片，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小朋友的，希望让他们在漫长飞行中不致无聊。有些航空公司会在孩子登机时主动发给，但更多时候，如果空服员正忙或孩子年纪较大没有特别需求，那礼物可能就不会主动送上门。因此，身为家长的你，大可以主动询问，不好意思，请问有给小朋友的画本或玩具吗？通常空服员会露出会心一笑，随即从他们的百宝袋里掏出一两样可爱的小物送给孩子。孩子拿到新奇的玩具，注意力被吸引，自然就不吵闹了。对父母来说，这简直是空中救星。除了玩具画册之类，许多航空公司还延续着一项经典传统，发放儿童飞行徽章。这种徽章通常是塑胶制的小翅膀或航空公司 logo 造型。在过去，乘坐飞机的小朋友几乎人手一枚小翅膀徽章，别在衣服上扮小小飞行员。近年来，有些航空公司缩减了这项传统，但如果你主动询问，部分航空公司仍备有飞行徽章可供赠送，特别是孩子第一次搭乘飞机或生日等特殊时刻，只要你提出请求，空服员往往乐于送上一枚小小徽章，为孩子的旅程增添仪式感。对很多人而言，童年第一次拿到航空公司颁发的小翅膀，那份骄傲与喜悦终身难忘。如今，你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体验这种乐趣。更贴心的是，某些航空公司还提供类似空中保姆的服务。当父母需要短暂离开座位去洗手间，或实在精疲力尽想歇口气时，可以请求空服员稍微帮忙照看孩子几分钟。多数空服员很理解带娃旅客的辛劳，如果他们手头工作允许，通常愿意逗逗孩子，帮忙照看一下。例如，有的空姐会主动和哭闹的婴儿玩耍几下，或者抱起来亲哄，让妈妈可以安心的吃完一顿饭。当然，这项临时保姆服务出于人情与职责，乘客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只需要在事后真诚道谢即可。阿提哈德航空甚至在某些航班上配有专业的飞行保姆，专门协助带幼儿的乘客安顿宝宝，提供玩具，帮忙换尿布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贴心服务。虽然不是每家航空公司都有如此完善的安排，但大多数航班至少能提供一些基本的帮助。说到换尿布，这也是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如果在飞机上发现尿布不够用，奶粉吃完了怎么办？别担心，多数航空公司都会备有一些紧急用的婴儿用品。你可以询问空服员是否有备用尿布、婴儿奶粉或婴儿食品，很多时候他们都能提供适当协助。例如，拿出一片适合尺寸的尿布，或帮你冲调一瓶温奶。有些国际航班还能提供婴儿专用的副食品或果泥，通常需要事先预定，但若临时有需求，空服员也会尽力想办法帮忙。有经验的父母曾分享，在长途飞行中向空服员要过婴儿食品，结果对方端来了一瓶热腾腾的牛奶和几罐婴儿果泥，解决了一家的燃眉之急。这些额外照顾都是航空服务的一部分，当然不会另外收费。综合来看，飞机上的安抚孩子神秘宝箱
其实是一系列为小乘客准备的暖心福利，从玩具绘本到小徽章，从临时保姆到婴儿用品，目的都是让孩子平安快乐，家长轻松放心。空服员也许不会主动把一整箱玩具抱出来分给每个孩子，但只要你有需要并提出请求，他们一定会尽可能满足。对航空公司而言，孩子在机上开心了，整架飞机的气氛都会更和乐，其他乘客也会感谢这种良性互动。所以下次带小孩搭飞机，不妨大大方方善用这些资源。你的机票钱不仅买的是座位和行李额度，还包含了一份儿童礼物和满满笑容，就等你来领取。一位妈妈曾分享她的故事，在一次长达12小时的跨洋飞行中，她2岁的女儿坐一会儿就开始不耐烦大哭，爆哄、喂零食都试过了，仍无法让孩子安静下来。妈妈焦急万分，最后她鼓起勇气请求空服员的帮忙。没想到空姐微笑着拿来一本色彩缤纷的填色本和几张卡通贴纸，轻声对小女孩说：宝贝，我们一起画画贴贴纸好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女孩瞬间被新奇的礼物吸引，停止了哭泣，开始专注地在涂色本上画画。后来空姐又适时送来一只可爱的小毛绒熊玩偶逗她玩，孩子开心地咯咯直笑。就这样，原本可能闹腾整夜的航程平静了许多。那位妈妈事后感激地说，如果不是空服员提供的神秘宝箱妙计，她真不敢想象那趟飞机要怎么撑下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机上获得的小礼物不仅是当下的安抚，更可能成为美好的回忆。有人至今保留着童年时空姐送的一张贴纸或一枚飞行徽章，每每看到就想起当年第一次飞行的兴奋。航空旅行本身就是探索世界的冒险，而飞机上的这些儿童礼物则在冒险中增添了惊喜和温暖。父母们不妨善加利用这些资源，既让孩子开心，也替自己减压。别忘了，当你的孩子在机上露出笑容，安安静静，周遭乘客和空服员心里也同样松了一口气。这种双赢的局面，只需要你的一句请求就能达成。在飞机上，你是不是曾拿着那杯装满冰块的可乐，心想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多人以为经济舱的餐饮服务就那么1次2次，给多少吃多少。其实只要你开口，飞机上的空中餐车远比你想象中更慷慨，饮料可以无限续杯，各种零食点心也暗藏惊喜。首先说说饮料吧，空服员推餐车过来时，通常会问你想喝什么，但许多乘客不好意思多要，只轻声说可乐谢谢，结果拿到手的是半杯冰块加半杯汽水，喝2口就没了。其实下次不妨试试看，直接微笑着问，可以给我1整罐可乐吗？绝大多数情况下，空服员都会大方地把整罐饮料给你，而不只是倒半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按每人1罐的配额装载饮料。之所以倒半杯，只是服务习惯和节省考量，并不代表你不能多要。如果你真的口渴，很需要多喝一些，不用觉得突兀，开口要就对了。同样地，果汁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喜欢喝果汁，可以直接请求可以给我1整罐橙汁吗？或可否再帮我倒满一点？空服员通常乐意满足。另外，有些航班位列在菜单上的饮品，例如热可可、花草茶等，只要你询问，也可能为你准备。至于水、茶、咖啡这些饮品，就更是不限次数供应了。你随时可以按服务铃要1杯水，完全不用不好意思。有经验的旅客甚至会在座位备一个空水瓶，请空服员帮忙装满，这样就不用频繁按铃，也能保持水分摄取。保持机上充足的饮水很重要，空服员其实希望你多喝水，避免因干燥缺水而身体不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而渴着肚子。那张机票的钱里已包含了你敞开喝的权利。再来谈谈零食和餐点，你或许不知道，多数航班在2餐之间或深夜时段其实都有准备额外的小点心供乘客索取，只是空服员不会逐一送到座位上提醒，要靠你自己主动发现。比如许多国际长途航班在餐饮服务结束后，会在机舱后部或厨房角落摆放一些小食、饼干、巧克力、坚果、三明治、水果等等，乘客可以自行取用。如果你一路坐在位置上不动，就可能完全错过这个自助吧台。因此，建议长时间飞行时，
不妨起身活动筋骨，先走到后舱看看，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就算没有摆出来，你也可以礼貌地问问正在后舱忙碌的空服员，请问还有没有零食或小点可以吃？通常他们会拿出准备好的零食分享，有时是一包小饼干，有时是一条巧克力棒，有时甚至会奉上一碗热乎乎的泡面。没错，不少亚洲航空公司的长程夜航都备有数十面给半夜肚子饿的乘客享用，但你不问可就吃不到。深夜肚子饿睡不着时，泡一碗香气扑鼻的肉燥面或泡菜杯面，是很多老饕级旅客津津乐道的机上享受，而这一切都在票价里，无需你另外掏钱。即使是在一般的短程航班，上头提供的小零食其实也不只有表面上发的那一点点。还记得空姐发给你的那包花生或饼干吗？如果你觉得一包不够解馋，其实完全可以在她服务完所有乘客后，再次微笑请求，可以再给我一包花生吗？只要当班旅客不多或零食还有剩余，空服员通常乐于再给你一份，毕竟那些零食发不完，最后也是留给机组人员或直接丢掉，倒不如满足乘客的胃。再举个真实例子，一位常搭飞机的旅客分享，他每次吃完机上配给的小点心，总会笑着问空姐可不可以再来一点零食，结果10次有9次都如愿以偿，空姐要么多给他一包饼干，要么干脆从厨房拿出别的点心，像巧克力或果干给他尝鲜。有一次他运气特别好，空少笑着说正好有多余的餐点没发完，问他要不要再来一份。就这样他免费多吃到1客分量十足的飞机餐，直呼过瘾。由此可见，只要开口询问，往往会有惊喜在等着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酒精饮料方面的隐藏福利，很多乘客不知道，其实一些航空公司的经济舱有提供免费的酒水、啤酒、葡萄酒，甚至香槟或调酒，只是在菜单上用小字标注，或者等乘客询问时才提供。如果你有兴致，不妨问问空服员，经济舱有提供葡萄酒吗？说不定就能悠哉的啜饮一杯红酒配电影，1分钱都不用多花。当然，酒类通常会适度供应，空服员可能会控制每人饮用的量，以确保飞行安全。但原则上，只要航空公司政策允许，你在空中也能小酌放松一下。这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免费享受之一。必须提醒的是，上述这些无限续杯和隐藏版零食福利大多针对全服务的传统航空公司。如果你搭乘的是廉价航空，可能连水都要收费，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在花了钱买全服务机票后，把该享受的统统享受回来，不然岂不是当了冤大头？从饮料、零食到加餐，这部空中餐车其实一直为你开着，只要你需要，空服员随时乐意奉上美味与暖意。下次飞机餐吃不饱，嘴馋想加点餐或者口干舌燥时，记住不要客气，用友善态度提出请求。你会发现原来经济舱也能有如贵宾般被款待的感受。不妨再分享一个有趣的经历，有位旅客半夜睡不着，在幽暗的机舱里闻到一阵香喷喷的面香，他循着味道走到后舱，发现空服员正帮另一位乘客冲泡一碗素食面。那一刻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机上还有这等美味。于是他也笑着问，还有多的泡面吗？我也有点饿了。空服员欣然为他泡了一碗，他捧着热乎乎的泡面回到座位，大快朵颐，直呼这是在3万英尺高空吃过最满足的一餐。如果不是他亲自去瞧瞧，几乎就要错过这份隐藏福利了。从此以后，他每次搭长途夜班机都记得向空服员讨一碗泡面，成了自己独特的飞行仪式。可以说，飞机上的免费续杯和加餐充分体现了一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无理取闹，而是提醒大家勇于提出合理的需求。只要方法得当，空服员通常都会尽可能满足。相反，那些闷坐着什么都不问的乘客，错过了多少美味和饮品啊！人生苦短，旅途漫漫，何不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别忘了，你付的机票钱中其实包含了这些服务成本，所以尽管放心享用吧。当然，保持礼貌和分寸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喝了好几杯酒，空服员可能会婉拒再提供，以免影响安全，或者零食数量有限，
他们需要先照顾到其他乘客，不见得每次都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理解并配合他们的考量，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只要你友善体谅，空服员多半会以最好的态度相待，让你惊喜连连。免费福利使用小技巧，另外还有几个小建议，可以让你在索取免费服务时更加顺利自然。第一，挑对时机，尽量避开空服员正忙碌，例如派餐、回收餐盘的时候提出额外请求，选在他们空闲或服务告一段落时开口，成功率会更高。第二，态度礼貌，保持微笑，用请问、麻烦您等礼貌用语提出需求，效果远比不耐烦或命令口吻来得好。空服员也是普通人，他们更愿意多照顾态度友善的乘客。一句真诚的谢谢，不仅是礼貌，更可能换来对方超预期的热心帮忙。第三，适度说明原因，简短解释一下你的需要，可让空服员更明白如何帮助你。例如，半夜要零食时，可以说有点饿，睡不着，要钥匙提及，头有点痛。空服员了解情况后，往往会给予特别关照。第四，懂得适可而止，虽然这些服务免费提供，但也不要无限制索取。拿了礼物要懂得道谢，见好就收。喝酒也别一杯接一杯没完没了，知足常乐才能给空服员留下好印象，下次他们才愿意继续热心的服务你。第五，多观察学习，留意其他有经验的乘客是如何善用机上服务的。如果看到有人走向后舱拿东西，或听到邻座向空服员询问什么，你也可以大方跟进。大家都是付费乘客，只是资讯不对称而已，合理利用权益并不丢人。勇于提出需求才是真正聪明的旅客。掌握以上技巧，相信你在向空服员索取各种免费好康时，一定会更加游刃有余。你既享受了福利，又展现了风度，真正做到了聪明不吃亏，礼貌不丢分。总结来说，飞机上的这4大免费好康过夜包，急救药品、儿童礼物和无限续杯零食饮料，就像隐藏在云端的宝藏，等待着懂行的你去挖掘。只要你善用这些资源，一趟普通的经济舱旅程也能过得舒适又满足，让每一分机票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从现在开始，不妨改变我们不好意思开口的习惯，勇敢而礼貌地提出需求。你会发现，服务人员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愿意帮忙，而你的飞行体验也将大大提升。当然，免费拿并不等于可以随意带走所有东西。在这里也提醒一句，某些机上物品虽然近在手边，但可不是让你带回家的。例如救生衣、可重复使用的毛毯、枕头、餐具、杯子等等，这些可都是航空公司的财产或安全设备，务必请留在机上。就曾有旅客因偷拿救生衣，在下机时被发现而当场受罚，实在得不偿失。真正鼓励大家索取并带走的，是那些供乘客个人使用的一次性物品或消耗品，以及航空公司乐意赠予的纪念品。掌握这个尺度，才能做个聪明而不失礼的乘客。想象一下，当你下次搭飞机时，身旁的朋友还在渴着肚子不好意思按铃，你已经喝着第2杯果汁，手上捧着空服员悄悄送来的小点心。当别的爸妈在为孩子吵闹抓狂，你的孩子正津津有味地玩着空姐给的玩具书。别人红着眼熬了一夜，你则戴着眼罩，塞着耳塞，睡得香甜。早上起来精神奕奕，那种落差，正是因为你多问了一句，善用了机上的免费服务。一趟旅程下来，你会深刻体会到会问的人不吃亏这句话的真谛。最后，别忘了对每一次提供帮助的空服员说声谢谢，他们的工作繁忙而辛苦，却依然愿意多走一步为你服务。你的理解与感激会让他们更乐于分享这些隐藏福利。当越来越多乘客懂得善加利用并心怀感恩，飞行体验将对大家都更加美好。旅行本就是为了开拓视野，增添人生经验。下次走进机舱，带着这些秘密武器上路，你不仅收获满满实惠，还多了一份智慧与从容。祝你每一次旅途都顺利愉快，也别忘了把这些小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友，让大家一起成为善于享受生活的旅行达人吧。